女人来到旅馆住店，赫然发现墙壁上的画有了变化，开始以为自己眼花了，于是扶好眼镜仔细查看，诡异的画又恢复了原样。这时女人怪异的行为举止引起了矮子的猜想。来了，老铁们期待已久的第2集，它来了！一部乱中有序的离奇故事，一场惊悚悬疑的鬼魅传说，一座偏远僻静的古老旅馆。每一集的开头都不是高能，望请老铁们耐心看完。这次旅馆里又来了一位神秘顾客，老板娘梅拉觉得这人来者不善。女人声称自己叫吉美，表示自己是一名社工，专门负责保护儿童的服务人员。听说这附近有一家孤儿院，所以前来此地查看，却没想到这将是她的终点站。Punya anak? Tidak。吉美一直在话语里嘲讽梅拉没有孩子一事，虽然梅拉脸色未变，但心里却起了歹意。天黑雨还未停，吉美要求安排客房，打算先住下。随后矮子便带着他朝着房间走来。吉美诡异地查看四周，突然发现墙上的画有了变化，当他想要仔细查看时，却又恢复了原样。接着他慢慢地走进房间，但这时矮子看着他的行为举止，感觉这女人有什么毛病，同时将房门上了锁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他们静静地等待着吉美在房间里发生的事情。但没多久，门锁被拧掉了，落地的声音被2人听到，但矮子表示确认已经锁好了房门，吉美不可能从里面走出来。带着疑问，2人急忙前来查看。这时吉美扭动着诡异的身躯从房间里走出来，直接钻入对门的房间。2人赶忙上前查看，可来到房间后空无一人，奇怪，人哪去了？正当2人思索时，吉美从另一个房间窜了出来，行为举止怪异，边移动边脱掉外套，趔趔跄跄地朝另一个房间寻去，2人紧跟其后。但此时吉美已经露出了狰狞面孔，头发散落，伸出魔爪拽开了仓库的门。老板娘刚要阻止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吉美转头露出了邪魅的微笑。Jiwa seorang anak kecil terkurung di balik pintu ini. Dia menderita。他像是被恶魔上了身。梅拉夺过猎枪，一枪将吉美轰个跟头，接着2人紧随其后。毫发无损的吉美此时展露出邪恶的一面。这一个转头着实吓2人一跳，吉美开始进一步突变，即使中弹也会无济于事，武力值跟着瞬间飙升。砸倒矮子后来到仓库门前，一掌推倒铁门。梅拉眼看不发力不行了，顺势呈现出恶魔的一面，2魔张牙舞爪的厮打起来。没成想梅拉也不是这魔的对手，按在地上一顿摩擦，接着轻松将其甩飞出去。看来梅拉阻止不了他进入库房。吉美看着眼前挂着几具干尸，兴奋地抚摸起来，但不料边上的干尸缓缓扭动了。嘎嘣一声解决掉了吉美。原来这货是梅拉死去多年的母亲。当他在看向吉美的尸体时，她的死相惨不忍睹。随后矮子将吉美的头摆正后推入了火炉，炼成了骨灰。原来梅拉从小被下了诅咒，她永远不能离开这栋房子。小的时候经常被他人虐打，最后只剩下矮子陪伴着他，母亲也被诅咒尘封在这里，暗暗地保护着梅拉。但某天闯进来一位不速之客，将封闭已久的大恶魔释放了出来，同时也将这家旅馆的秘密揭晓。好了，本集就到这里，还会有哪个倒霉蛋来这住店？我们下一集见，我是红苹果 ，See you。